大哥，你别种菜啦，种菜又辛苦又挣不到钱，你出去找点事情做不好吗？在家有饭吃，有地种，我出去干什么？外面多危险。神经。我们七兄妹四五妹是最聪明的，我知道她是为我好，心疼我。不过她有时要说的话我接受不了，我叫她滚，还替她出拳。现在感觉很过意不去，有些对不起她。这个妹妹是犯了什么错误，还是闹了什么误会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被致歉人妹妹王亚楠。欢迎你。主持人好，大家好，三位老师好。欢迎亚楠，请坐。谢谢。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你从哪来的？我来自广西博白县，我是客家人。然后在我们村都叫我四五妹。四五妹？对。为什么叫你四五妹？因为我们客家人都喜欢群居生活，它是属于比较团结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比较团结的群体吧。然后我们村里面整个村里面排名45，说明就是我在所有的女孩子里面整个村出生第45个。对，这45个女孩，男孩有男孩的排名，女孩子有女孩子的排名，就是这样也好记。然后一看就知道你在这个家族当中的大概的位置。对。还有就是像你们的客家文化还有什么有意思的特别的吗？他会比较的传统，比如说像我哥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比较守旧，比较死板，对，固执。那他会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在你哥哥眼中，他觉得我很颠，他觉得我是个颠婆，神经病。你跟你哥哥差多少岁？差了16岁。差16岁？对。他会觉得你性格太外向了，是吗？他觉得我很另类。我估计这个四五妹让这个哥哥没少操心啊。对。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今天的致歉人哥哥王秋文。主持人好，三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请坐。你别说，这个哥哥这一打招呼就能看出来是一个特别憨厚老实的人啊。妹妹叫四五妹，您的是叫多少哥呀？我是23哥。你们是在这一辈的当中，您是23，她是女孩子的45。对。那你们这家庭当中兄弟姐妹几个人呀？7个。7个。您是大哥。他是我老六。你是老六，你下面还有。跟我们说说妹妹在您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传统一点，她都外向一点，感觉。我们管不了她了。你管不了她了？那因为什么就把她踢出了家庭群啊？她回到家见谁就骂谁的，看谁不顺眼就说谁的，她直爽一点。她妹妹也骂，姐姐也骂，连哥哥连我都骂，骂到我一气我就踢出群了。你这谁都骂，谁都说，到底是为什么呢？你跟我们说说，我们也来给你听听。你的姐姐妹妹哥哥你都说，你通常这个姐姐你会说人家什么？我觉得我姐姐是个典型的恋爱脑的那一种。就是她的婚姻不幸福，她的老公吃喝赌，不顾家，懒，不养孩子，她一个人养全家，甚至有的时候婆婆没钱还要问她要钱，也不怎么帮她带小孩。前2年是因为我那前姐夫他动手打过我姐，然后我姐从80、90斤然后瘦到70几斤吧，我看着也心疼，所以我骂她，我恨铁不成钢吧，就有那种感觉。其实你是担心姐姐，所以一开口出来的话肯定不好听。不好听。好听的说过了，不听那就该骂。那妹妹呢？你为什么骂妹妹？不上进，因为家里苦，你得上进，得努力。出人头地，改善这个家的一个环境。她也是不听话。她怎么不上进？她是个什么状况？
我自己出社会吃了很多苦，10几岁就出去了嘛，只是钱不好挣，也受了很多欺负。就想挣了一点钱，就想供他上学，希望他初中不要辍学那么早，然后让他上个中专也好，上一个护士一个卫校。但是他没有好好去学，我就也是恨铁不成钢嘛。然后有一次他实习，那个时候已经出来实习了，我去那个医院打针，他给我打点滴，扎了我5次都没扎进，我经常骂他，然后我就受不了了，你是不是没脑子？为什么你学这个扎了5次你都扎不进？你把我当什么？我就是有一种就是直接就是骂他蠢，有人在那我也一样骂他蠢。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很辛苦的在供他上学，但是你觉得他并没有珍惜这样的机会。对，我也比他大2岁，我觉得有些事大的也没有太多。对，我觉得你不能浪费别人的苦心，你起码不仅对我们负责，你要对你的人生负责。大哥，我能看出来，这个小妹啊，虽然脾气有点泼辣，但其实是个好心肠，对吧？她谁的心她都操。她骂你什么？她骂我没有用，只会种地，除了种地啥都不是。我一气我就把她踢出群了，这样。你哥哥这么老实巴交的，人家种地怎么了？这你也骂他？因为我们家里很穷，祖孙3代都是在种田，甚至我爷爷爸爸种田吧还没那么辛苦，人家稻田1年也就种2季，他现在改种菜了，种菜1天不种菜他就没饭吃，而且风吹雨晒啊。那你不应该心疼你哥哥吗？那你这为什么还骂他呢？心疼啊，我哥哥种了这么多年的地，他到至今为止都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并且是负债累累的那一种。而到现在孩子最小的儿子都7岁了，还跟父母挤在一张1.5米的床里面睡觉，并且那些房子都还漏水啊什么的。大女儿的睡的一个房间也是隔出了2-3平米，放了一张床，也一样漏水。所以我觉得他再继续这样子做下去，好像并不能改变他的生活。那你有没有给他过建议，说哥哥可能你更适合做什么，咱们可以做点什么？有，我想说如果他们想做点什么小生意啊，我可以支持他们，因为我大嫂做饭挺好吃的，我觉得他们出去摆个摊儿或者开个小店可能都挺好，都不用这么苦。起码下雨的时候我能回去躲着，对吧？我不用在外面还要收割菜抢救那个菜。这个妹妹这建议我们听着也靠谱，是吧？你也没有想着说我要尝试一下改变吗？其实我觉得妹妹这个建议也不错呀。她的要求全家人都像她一样的，你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佛法，你不能拔苗助长。他就把所有人都要按照他的规划去生活的做的，不他这看这又不顺，看那又不顺的。大哥，我怎么觉得你今天不应该坐这儿，你应该坐到这边？你今天不是来道歉的吗？怎么说起妹妹了还这么生气？你今天为什么要来跟妹妹道歉呢？本来他是跟我道歉的，我想想还是我跟他道歉，我替他出拳，觉得不好意思有点过了。那是哪年的时候把妹妹踢出了这个家族群啊？21年的时候。多长时间又把妹妹拉回了群？半年以后吧。因为我半年没回家，他让我滚，让我不要回家了，然后我就真的半年没有回来过。哦，你觉得把他踢出了家族群，他半年没有回家，你又心疼了？所以今天来到节目了。是啊。来，我问问四五妹，你跟你哥哥这个意见是不是经常就不合？对，思想上都很不一样。比如说有一年我想出国，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很自卑的一个状态，家里住的都破破烂烂的。我小的时候也没有童年，也没有去什么游乐园啊，什么都没有。初中的时候听到过课本上有讲到过瑞士很美，跟仙境一样的那种感觉，我特别想去看一下。它是我心里面很想去的一个地方，一个仙境的感觉吧。然后我就想出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呢就觉得我出国可能就回不来了，他跟全家人都报了个遍，从我姑姑、妈妈、姐姐、其他的哥哥妹妹轮番打电话过来。那一天只要我知道是家里人的电话，我就知道他张口就知道说什么，就开始恐吓我，威胁我，
你要是去的话，家里人都没有文化，都没有钱，飞机票都买不起。你攒了钱，你就想去外面看看，你到时候连个腿毛都找不到回来。他说我们也不可能去救得了你啊。他说，不是，人家出个国有那么可怕吗？对呀。那我能问一下吗？大哥，你出过国吗？没有。所以你想象不到外国是什么样，但是你觉得你想象不出来的，它就应该是危险的。危险的。我都被骗过了。那是03年，我父亲去世那一年。他跟你聊聊天，给一杯饮料喝下去就倒了。借了几千块钱都被人家掏空了。醒来的时候是派出所的人搞醒我的，我睡在马路边。所以曾经您有过这样的经历，会担心妹妹，即便是妹妹其实就想出去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吧？对但可能哥哥的担心我们也能够理解，对吧？因为他自己毕竟曾经经历过这样，所以他更关心家里所有的弟弟妹妹安全最重要，是吧？对。你妹妹结婚了吗？没有，我们那里都是20来岁就结婚了，他也都结婚的年龄了。你因为这个说过他吗？说过，我说该早就早了，不早过年你不要回家过年了。又不让过年回家了是吗？是啊。我觉得女人的话，你可以把你的事业各方面做好，工作各方面做好，把自己整个人提升起来，你可能会遇到更好的良缘，而不是到了年纪然后你就应该去把它当做一个任务去完成的感觉。我觉得婚姻只是锦上添花。然后我的侄女13岁了嘛，她也进入青春期了，她现在就特别迷恋机车少年，然后我就会跟她讲，我说你好好学习。我哥哥觉得我晚婚晚育，然后他会觉得对身体不好呀什么的，然后他觉得我就这样子去教我的侄女，他会觉得我有病，他就叫我颠婆，你快点走了，你这种思想不对，说我不做人事儿。他说所以其实你也都是在通过一种好的引导来帮助或教育你的这个叫什么隔辈下一代。但你哥不太能够理解。是他是属于一个过于传统的人，他不太能够接受现在的这种新鲜事物。对，一听这样的家庭当中肯定是矛盾重重但是再加上你这说话又直，是吧？对，这个不知道怎么用更好的方式去交流，可能一说起狠话来的时候，可能就都会发脾气了。机关枪直接扫。对，见谁扫谁，是吗？只要你不对，我看不顺眼就扫。我能问一下哥哥，您今年是多大了吗？您是哪年生人呀？80年啊。那我能问问吗？就是哪些新鲜事物是您不愿意接受的，或者你理解不了、接受不了的？有时候这些互联网啊，这些我也很排斥的。互联网你都排斥啊？前期我都挨骗过了。买农药都是假的。我这听你哥一说就是被骗过，他可能就属于这种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这种感觉。对，无论是接触新鲜的事物，无论你想出国旅游去看一看，这些都是从他内心里抵触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从内心里都是想尽自己的全力在保护这个家人。对，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的思想可能我觉得有些思想不太适用于现在前进的社会了。但他应该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吧？对，比如说我爸爸去世那一年，有一些亲戚个别亲戚没有来，因为我们那边人比较团结，你不来，家里死了人，然后葬礼你不来，就代表着你看不起我们家。没来，过了很多年，我们来到北海，他来到北海旅游，他给我哥打电话。然后呢，我哥还大鱼大肉的去招待他，但是那个规格是我们过年才有的规格。我当时不知情，我当时还小，我爸去世的时候我才六岁多，我就回来吃饭了，还挺开心。结果吃完没几天，我姐跟我说，那个人我们爸死的时候他都没有来，看都不看一眼，一个电话都没有，亲戚。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回头骂了他，我说你清高，你了不起，人家都看不起你了，你还笑脸相迎，我觉得有必要吗？没必要。我觉得他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就好像是
别人虐我千百遍，我待别人如初恋的那一种。既然是来走是客，人家无钱，但是我们不能无义。还有其他的事儿吗？还有就是他种树嘛，种树的话他不像种菜，自己背着那个农药机去撒呀什么的。那个无人机是专门喷树的。然后那个无人机还挺贵呢，还要6、7万呢。然后他好不容易攒一笔钱，然后买了那个无人机，不然那个树喷不了，没办法。然后他就有个朋友就找他借，结果借了半个月也不还，而且还拿去盈利了。然后我姑姑知道了，我大嫂也知道了，就要他拿回来，他不拿，他不拿，然后呢就跟我说，我就去问他，你为什么要借给他？哎，人家都张口了，哎呀，不借不好意思，都认识什么的啊。然后我就说，如果你不拿的话，那我就去拿咯，我拿的话就没那么好说话咯。他可能也担心我你去得罪人去是吧？对，我张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然后他就去拿回来了。你都不好意思张口跟人家要是吧？算了。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别人就抓住了你这个特点，然后也知道，哎，反正跟他借钱也不用还，没关系。对。有啊，大把。大把。300、500的大把。你们家里的这个性格是就你们2个人的性格反差这么大吗？没有，我们全不一样的，就他另类一点。是都不一样。其实从小也有天生的原因吧，还有一点，虽然家里兄弟姐妹很多，我爸爸很喜欢小孩，但是从来不重男轻女，他很疼我，他很爱我，他经常教我的是，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就要打回去；如果人家不欺负你，你也不准欺负别人。但我妈没有文化，她是一个文盲，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那种，她可能教不了我太多的东西。比如说有人欺负我爸爸，我知道这件事情后，我就会看见欺负我爸爸那个人的女儿，她比我高1个头，我也会照删不误，我就去删她，但回去跟他爸讲，我也不怕。然后我妹妹呢，比我小2岁，我读书就比她大1级2级这样嘛，也是在一个学校，她被人家欺负的哭，我就问她谁欺负你，她说同班男同学，我就直接去到她班里就拍她桌子，是不是你欺负我妹妹？她就害怕，她哭了。我当时也没多大，从那以后她没有再欺负过我妹妹。你说你父亲离开的时候，那时候你几岁？你很小6岁多是吧？6岁多。对。他是因为什么离开的？
里给我，我也很辛苦，要卖菜要购菜，还有老三也在这里，也4个人在这里。像我们这种几岁的小孩，肯定也希望像别人去游乐园。我们来到城市了，想去公园走走啊，玩玩那种游戏，对吧？但我们没有的。我甚至来北海待那么多年，没有出去玩过。最熟悉的就是那个菜地，你带我出去，我肯定回不了家，因为我没去过。然后就是放学回来就要帮忙去摘菜，然后呢拔草、割菜去卖。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哥哥从早上6、7点钟就起来干活。干活呢，干到下午就开始割菜割到凌晨又顺便拿去市场去卖，天亮才回来，等会儿来可能就眯1、2个小时又起来干活，就是这么起。为什么我会说担心他，怕他猝死？因为睡眠不足。我妈妈也帮忙摘菜，我的小哥也帮忙摘菜，但是他当时不会种啊，种了1、2年都还是亏本，就只能靠着我二哥在外面工作寄点钱回来。我还有最小的那个哥哥还要念书，还要给他学费什么的。14年的时候吧，台风刮，然后把那房顶全部都掀完了，大半夜，全家人在那里瑟瑟发抖，全部都淋湿了，小孩什么的。房顶就是直接掀，它不仅仅是冷，它还危险，可能砸下来啊，伤到人啊，怎么样的。还有1年，我们那时候还小，1年300块钱的那个地租都交不起，人家说你交不起就要赶我们走。那时候年25，我要回到老家跟叔叔借钱。大年25回老家去跟叔叔借钱。借2000来块，剩几百块。那这大年30这一家人怎么过呀？反正过得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为什么说从小到大我没有什么红包钱，没有什么新衣服。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照顾好3弟。他跟我做了3、2年，他说种菜，他也大一点啊，他说要去上班，去工厂打工，去外面做了2、3年。他去朋友家玩，回来的路上他就交通事故去世了，这是我衷心的痛，我没有照顾好他。所以你应该从小就会发奋，说我要改变这样的生活。有的，就我其实性格也是不服输。我读初中的时候，我的同学他家里条件特别好，他经常在我面前去讲，我家里吃的米是泰国香米，你吃过吗？我没有吃过，因为我家的米都是那种很糙很尖，最便宜的买。我没有接话，因为我真的没有吃过。那一年大众 CC 刚出来，他说他18岁的话他爸妈就会给他买。我心里我就想，虽然我没有爸妈给我买，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会比你强，我一定会买。然后我也从来没有家长去参加过我的家长会，我也从来不会让同学去我家，我很自卑。从我小的时候嚣张跋扈，说别人欺负我，爸爸我就会打他女儿。但长大因为没有爸爸在了以后呢，别人欺负我我也会忍着，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靠山了，没有人教我怎么做了。如果我真的把人家打了，我会怎么办？没有人保护我了。但是我看着我哥哥，有一年他累到在菜地里面睡着了，那时候天又冷，然后我二哥说怎么8、9点都没见人啊，然后呢他就去菜地里面找，看到我哥哥就睡在那个湿哒的菜地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好难过。我虽然经常骂他没出息吧，但是我不喜欢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我也不喜欢看到我姐姐他们被别人欺负，我觉得不可以的。你欺负我可以，但是你不能欺负我家里的任何一个人，我不想看他们受苦。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拖累了哥哥，我觉得如果没有我们的话，可能他会过得很好。但他好像觉得爸爸去世了，小的妹妹好像这个责任是他一定要负的样子。我觉得他很勇敢，很伟大，长兄如父。对，他从来没有觉得你们是拖累。对，你这种生活维持了多长时间呢？维持到我结婚那时候吧。哪年结的婚？10年。我们客家人那一般都是20出头，20多一点，那时候都结婚了。我是30岁结婚，属于晚婚啊，大龄青年啊，在农村来说，那没办法啊，家庭穷啊，顾不上啊。在此之前他没有谈过恋爱，好多人介绍给他都嫌弃我们家穷，还有拖油瓶。然后后面也遇到了我大嫂，我大嫂呢真的是个很好的女人。我大嫂很能干，很勤快，跟着我
哥哥一起去把这个菜呀种得好好的，然后开始他的生活也有改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差不多是念完书了嘛，就是辍学了嘛，然后就出去，他慢慢就会好起来。然后我二哥他们就有也不需要再这样子去资助了。你从多大开始去闯社会的？其实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就出去勤工俭学了，我白天上学，晚上去工作做服务员，然后呢拿那个菜刀还一手把我的手给剁了，特别的深，流了特别的血。其实我并不觉得疼，但是后来旁边那叔叔阿姨一安慰我的时候，他说你把这个手剁了，怎么跟你家里人跟你爸妈交代啊？谁这么说我就哭了。我没有爸爸，我也不想跟他们说，我没有人关心，我就觉得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任何的负担。我说我总有一天我会带领他们改变所有的生活，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再过这样子的生活。然后我会不断的去尝试很多的工作，然后再苦再累也没事，只要能挣钱就行。后来我就辍学了，16岁就出去工作就没有问家里要过1分钱，也做过很多的事情。我经常打过螺丝，摆过地摊，然后做过销售，做了很多种工作。后来我就去卖鞋，卖的是男鞋。每一位大哥进来，我会先看他的鞋子，我就还看他的穿着，我觉得他喜欢穿休闲的，他应该喜欢休闲的鞋子。他的脚一看我就知道他穿多大的鞋子。基本上进来的我都会很热情上去招待他，然后跟他讲啊，然后跟他去推销。来10个，我10个都不会放过。但是我的同事可能来10个就只会招待2、3个。然后我就是嘴巴很响，然后呢也卖的也比较多，所以那时候我也拿点提成，也攒了点钱嘛。后面我就听我朋友说他在卖珍珠，就我脖子上戴的这种，我就想着试一试吧，我就找了个公司去上班，上了2个月我就自己出来单干了。我老板听到的时候他很惊讶，因为我在那里干得很好，我同样也是销冠，短短的最猛的时候，短短的几个小时我能给他卖20、30万的东西。后面我就单干了，因为我们那里有个市场，2楼全都是那种老板那种商铺，虽然不起眼，但是每一个基本上都是1000万身价以上。那我一个小女孩，我是一个生面孔，我怎么能身无分文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呢？我可能有点扮猪吃老虎吧。我说，哎呀大哥，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生啊，先发制人。他说我看你也面生啊。我说对啊，但是之前我在另外一个市场啊，我在那边开店啊，怎么没有见过你？他说你在哪里开店？我说在某某市场。他说哦，我之前也在那个市场，但我还没有见过你啊。我说可能我少出来吧，但是呢都有在那边卖。然后我就说我说我看一下这个珍珠吧，用一点小钱买了可能很小的一个东西。然后说哎呀你这个东西也不错，我这个店卖的挺好，你给我拿去回去卖一卖，卖了我就给你结账，2、3天3、5天啊。他说他可能不放心，然后问了她的老公说哎呀没事儿，之前都是在那边怎么样，甚至他连我的真名都不知道。就这样子我借了7、8家10家，然后一下子我就把那个保险柜给铺满了，有上百万的货，我自己都惊呆了。其实你赊到了，你也要有能力把它销出去。当时我从中午12点就开始去工作，一直直播，然后工作到凌晨6点。我当时80几斤，后来瘦到了70几斤，就连客户也叫我叫做拼命3娘。那你现在做的怎么样？几万块钱1个月。妹妹也是跟着我去卖珍珠。所以在听小妹讲这些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觉得，哎呦，我这妹妹好厉害啊？比我好多了。所以妹妹现在有一些建议，你会听吗？会听啊，现在我都对她的影响我都改变好多了。互联网啊这些以前我是排斥的，现在我的日用品什么都是在手机买。你那树呢花呢可以在网上卖吗？可以啊，他教我的树我1年我都卖到10几万。所以其实妹妹的这种性格，包括她做事的这种风格，是不是也帮到了家庭很多？是啊，现在感觉说的还是挺有用的。他比如钱地租啊，经济困难啊，3万5万啊，打电话他都会接的。那现在姐姐过得怎么样？姐姐离婚了，
现在他每天也是做点自己的小生意，卖点一些手撕鸡啊，还有牛杂呀什么的。他现在好很多啊。这个这么多年，其实在四五妹的影响之下，其实妹妹和姐姐的生活也都发生了变化。今天他们也专门拍了一条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姐，我想在这里想跟你说一句谢谢你。虽然我一直没有见过你姐姐，但是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那个最好的姐姐。妹妹，你总是骂我心太软，不懂得爱自己。现在你们也把我骂醒了，谢谢你和大哥，我爱你们。所以一家人其实都能看出来有变化。以前呀，我们说长兄如父，大哥带着这一家人从老家来到了北海，开始你们的新生活。但现在你们一个个的都有本事了，尤其是现在你做生意做得也非常好，你会对于这个家庭承担更多吗？会，其实我对他们很舍得，但我自己，我买杯奶茶我可能真的要思考很多。12块钱我觉得好贵哦，我可以买1斤猪肉了，我会去这么衡量它的价值。但是他们如果我的侄女他们呀想去哪个游乐园，门票几十块100多块钱，我会毫不犹豫给他们掏。就是希望他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算是弥补我没有的吧。所以这就是一家人嘛，对，相互支撑，对吧？相互帮助，希望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越来越好。对，好了，谢谢你们的分享。来了，听了他们2个人的故事，我们3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两位好，赖老师好。你知道四五妹真正的能够支撑你走到今天的，不是你以为的愤怒和仇恨，是6岁之前每一个爸爸抱着你入睡的夜晚，是爱，对，是对你弱小的疼爱、理解、陪伴。所以你要想让你爱的人能够变得更加的强大，是要用温暖的、爱的，去陪伴在他们的弱小当中，去让他们看到、感受到强大的快乐和力量。只有这样，他们才愿意追随光明，追随强大。也希望四五妹有一天能够真正的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更广阔的天地，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所有的净土的下面都是爱。谢谢老师，祝你们的生活未来越来越美好。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老师。很感动我的就是其实这个家，或者说你们无论用什么样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但是始终有一点不离心，这个家从来都没有散过。你们7兄妹特别团结的在一起，虽然你怼这个怼那个，骂这个骂那个，哥哥也把你踢出群了，叫你滚，但实际上你们内心就深爱着彼此。对，所以他对你的担心也可能是骂，也可能是不赞同，但是对于他的这种经历来说，可能安全是第一的，家得稳住了。而对于你来说，改变是第一的，我要让这个家因改变变得更好。所以只是在使不同的劲儿而已，但是都在为这个家的更加的繁荣、更加的稳定而做出自己的努力，这点让我挺感动的。当然最后我想说，他有他的使命感，你有你的使命感，你们扮演好你们在这个家庭里的角色就好了，然后彼此尊重，尊重哥哥的那份老实巴交，那份不变动，哥哥尊重妹妹的那份想改变的心，想带着这个家变得更好的那份心。其实尊重可能是更加成熟的一份爱。所以谢谢你们，我真的希望你们这个家庭会越来越好。谢谢老师。孝有传家，诗书礼乐，文章报国，秋实春华，客家人的家训。对，我很喜欢哥哥，我很敬佩妹妹。人世间就是这么矛盾，一个非常现代的妹妹和一个保留着客家古风的哥哥，靠勤劳，
靠看见更大的世界，靠与落后的乡村告别。这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一代人的，甚至几代人的命运轨迹啊。直到接触到电商，发家致富，带着全家发家致富。你们最大的亮点就是妹妹和哥哥联手，既没有忘了本，还能带领全家一起奔小康。我觉得你们要把这种组合打好，我特别祝福你们的家族越来越兴旺，兄妹齐心，其利断金。谢谢你们来了。谢谢老师，谢谢3位嘉宾老师的点评啊！相信兄妹2个人都会其中有所收获。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叔叔有麦，你还记得爸爸的离世和接着爷爷的去世带给我们这个家带来多大的打击吗？还记得05年的夏天，你和妹妹跟妈妈到别人家的没有护栏的天台上睡觉那时候的场景吗？那时候哥哥听到心里很难过，很无助，感觉很没用。你现在也长大了，能独当一面了。我希望你以后在人生道路中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走向美好的生活，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谢谢哥哥。我常常会想，其实我的要求不高，我只不过是想要我一个爸爸陪我成长，一个正常的妈妈教一个女儿应该怎么去外面面对，但是这些我都没有，我真的不能承受任何一个哥哥没有的样子了，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老是觉得我唠叨，觉得我凶，你不是你，你还有很多责任，还有很多牵挂，也有很多牵挂你的人，也谢谢你当年那么有勇气把我们带出来，把我们养大，谢谢你哥哥。4、5妹，你的外在看着很强大，你的嘴巴很厉害，但其实我觉得哥哥也很厉害，因为他骨子里很强大。希望你们都能够相互支撑，把这个大家越过越好，好吗？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来了，谢谢大家。